这就是工作室的界面，我们可以看这些也是关键帧，和 AE 差不多，只是属性不太一样。播放看一下，它会围绕着建筑来做旋转动画。如果你想保留这个的话，建议你保存一下，在文件然后点保存，起个名字就可以了。到最终渲染输出的时候呢，要根据每一个项目单独去输出，它这种时间线每一次只能做一个镜头，所以我们这个镜头可以保留。然后我要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一下镜头，把关键帧都删掉，重新打一个关键帧。在这里我们先找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从这儿打关键帧，然后选一个点，然后让它摇下来。我再打一个关键帧，把这个删掉。播放看一下，它现在就成了45度的角摇下来的感觉。然后选中所有的关键帧，右键给它加一个自动缓动。后期我们可以再做加速处理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建议把时长做的稍微长一些。好，有一个关键的点要注意，如果你后期希望在上面做一些文字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右键设置一个跟踪点。这个跟踪点是什么意思呢？跟踪点就是我们导出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摄像机的数据一起导出，在 AE 里边可以读取这个跟踪点，然后直接做文字动画，所以这个非常方便。这个镜头我们只做这个时长就可以，然后选择渲染，我刚才是做到了420帧，好，我把这里改成420帧。尺寸呢，你可以改成 4K， 也可以做1080。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水印，建议大家把它放在最右下角，后期我们可以通过扩大画面把它裁出去。这里是渲染序列帧，我建议大家渲染序列帧。这里呢是云端的云渲染，就是谷歌云，它会帮你直接渲染成 MP4。渲染出来以后呢，没有这个序列帧好。序列帧呢，你需要指定一个位置，这里我已经指定过了，我在这里命名一下。第一个镜头，这里不用变。3D 跟踪数据，我们选择 AE 的，脚本呢是 JSX， 坐标空间是全局，纹理的质量我们选择最高， VR 呢我们用不到，然后点击渲染。可以看到现在一共421帧，渲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我们就等它渲染完了以后，导入 AE 里就可以做动画了。做完以后可以在 Final Cut 里来做剪辑，做出我们想要的节奏感。我这里呢只做了一个镜头，其他的镜头大家可以自己探索一下。我后续呢会把其他的镜头全部做完，然后最终做一个完整的成片出来。下一节我们讲如何导入到 AE， 如何添加跟踪的文字。